线材选用泡芙棉绒线、双股钩织以及3.5毫米的钩针。首先锁边起针，第一步钩织主体的部分。起针完成之后，编织13个辫子针。13针结束，我们返回倒数第2针，在锁针上挑外侧的一根线，在这里钩织一个短针。在第一个短针上做一个记号扣，在同一个位置增加1针，再编织一个短针。后面按顺序编织，在接下来的10个锁针上各钩织一个短针。第10针结束，在第一个锁针上增加2针，钩织3个短针。3针结束，转到另外一侧，在同一个针脚处进行编织，对应前半部分的针数，再按顺序钩织11个短针。第1圈结束，最后在第一个短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2圈首先锁1针作为起立针，在第一个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短针。在第一个短针上做一个记号扣，在第2个针目上同样钩织2个短针。在接下来的10个针目上钩织10个短针。第10针结束，在转角的3个针目上各增加1针，一共钩织6个短针。第6针结束，后半部分同样按顺序钩织10个短针。10针完成之后，在最后一针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短针。最后在第一个短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3圈首先锁1针，在第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短针，在第一个短针上做一个记号扣，在第2个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短针，在第3个针目上编织一个短针，在第4个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短针。在开始的这4个针目上，每隔1针增加1针，一共钩织6个短针。后面按顺序编织，对应第2圈的10个针目，钩织10个短针。第10针结束，在转角的6个针目上继续增加3针，与开头的规律相同，每隔1针增加1针，一共钩织9个短针。第9针结束，后半部分再按顺序钩织11个短针。11针完成之后，在最后一针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短针。然后在第一个短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4圈首先锁1针，在第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短针，在第一个短针上做一个记号扣，在第2个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短针，在第3个针目上再钩织一个短针。我们按照前面这4针的顺序，在后面的3个针目上再循环一次。
在开始的这6个针目上增加2针，一共钩织8个短针。后面按顺序编织，在中间的10个针目上钩织10个短针。第10针结束，在转角的9个针目上继续增加3针，与开头的规律相同，按照一个短针、一个加针、一个短针的顺序循环3次，钩织12个短针。转角的12针完成之后，后半部分再按顺序钩织11个短针。第11针结束，在倒数第2针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短针。在最后一针上编织一个短针，然后在第1个短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5圈首先锁1针，在开始的3个针目上各编织一个短针。在第4个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短针。这一圈的加针规律是按照每隔3针增加1针，继续在2个转角的位置各增加3针。后面的部分不再赘述，按照前面的加针顺序逐步递增，每一圈各增加6针，钩到第9圈即可。第9圈结束，这样完成一个椭圆形织片。接下来我们在织物边缘钩织一圈花边。首先在织物两侧的中间位置分别空出6个针目，用记号扣标记好。在右侧的第1个针目上重新起线，在针目上挑起前半针的一根线，将线勾出，编织3个锁针作为一个长针。在同一个位置再编织2个长针。在第2个针目上挑起后半针的一根线，在这里钩织2个长针。在第3个针目上挑起前半针的一根线，一共钩织3个长针。在第4个针目上挑起后半针的一根线，钩织2个长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按照3个长针、2个长针的顺序，一共循环15组花样。第15组花样完成之后，在最后一针上挑前半针，再编织2个长针。然后编织3个锁针，在同一个位置钩织一个引拔针。在中间空出的6个针目上再钩织6个引拔针。6针结束，这样完成花边的前半部分，后半部分按照相同的方法编织。花边的部分完成之后，我们将织物对折，然后在边缘缝制拉链的部分。拉链缝制好之后，最后在主体上安装眼睛和嘴巴等部分。包身的主体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钩织绳子的部分。我们需要准备4根线，首先锁边起针。起
起针完成之后，将其中的2根线取下，将另外2根线绕在钩针上，然后勾住线圈，将线带出。继续将线绕在钩针上，将另外1根线勾出，完成一个双面辫子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钩到需要的长度即可。绳子勾到需要的长度之后，我们将末端弯折一段，并用锁链缠绕固定。绳子的部分完成之后，利用开口环固定到包身主体上。我们这款可爱的饺子耳机包就完成了。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